最近娱乐圈有消息说，赵丽颖跟冯绍峰两家矛盾很大才离婚的，婆婆还要求赵丽颖母乳喂养，但是赵丽颖为了生孩子结婚，已经耽误很多事业了，生完就立马健身复工了。后来两方长辈在养孩子的问题上也有分歧，冯绍峰还婚内出轨，于是赵丽颖最终选择离婚。婚内出轨这个吧，人家女方都没透出来一点风声，我觉得就比乱扣帽子了。但是赵丽颖离婚后的一段时间，疲态是肉眼可见的。说实话，赵丽颖是我很喜欢也很佩服的艺人了。不管她这段感情如何，他们俩表现得很成熟体面，没有互撕，没有斗黑料，简直给娱乐圈离婚夫妻做了个好榜样。没代孕打胎，没互相各玩各的，拿孩子家庭当挡箭牌。就算当初被很多人质疑奉子成婚又怎么了？看看今年娱乐圈搞出来几个孩子了，不负责任的家长有多少？她在上升期的时候没有选择打掉孩子，被传怀孕的时候，那个劈叉事件的微博被嘲讽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她就和经纪人黄斌解约了，并且很快结婚。有传闻说是赵丽颖性格强硬，和经纪人合不来，经纪人要求她打胎。这个消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但是一个底层打拼到一线的女艺人，上升期敢公开结婚生子，算真爱了吧？后面离婚也离得干净漂亮，单凭这一点，她就值得被人尊敬。相信大家还记得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《楚乔传》，这部剧全剧组人员的演技在线，除了林更新和赵丽颖，还有窦骁和李沁作配，所以这部剧也被大家公认为好剧。只不过结局让人意难平，原本以为会出第二部，但却杳无音信。最近传来好消息，赵丽颖再次搭档林更新出演《与凤行》，而对于这次剧组的班底，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。毕竟仙侠剧搞不好就成了人人喊打的网剧。这部剧的编剧是之前写过《招摇》的编剧，所以剧情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。虽然之前有一段时间原作者九九飞香心情不好，在原著上也是修改的有些仓促，加上书友的催，更让他魔改。不过他也认识到错误，保证能将自己的情绪和作品区分开，还是一个很好的编剧。对于剧组的其他班底，还有制作人李小彪，也曾制作过《如懿传》这样的大制作。毕竟最主要的服化道一定要到位，这样就能保证一半的收视率。同时还有造型指导，也是和赵丽颖有过多次合作的，之前《花千骨》就是他负责，和颖宝也非常熟，所以能出演这部剧。奚仲文这位造型师也是有功劳的，不管是有钱版的还是没钱版的，都能给你做出不一样的造型。也期待这次与凤行的投资人能够大方一点，毕竟在《楚乔传》中，赵丽颖女将军的造型很好，这次要有点突破才更好。而这次与凤行预计是在6月份开机，大家一起期待吧。在成名后，赵丽颖说出这样一句话：我是在否定中成长起来的演员。以当女主为目的的赵丽颖跑了很多片场，试了很多戏，但一直没有人看中她。先不说演技问题，光外貌就被说了很多次，以萌妹子、包子脸出名的她，被说成只能演丫鬟、孙女、女儿等边缘角色，给主角当背景。此后被导演骂，对戏时被演员笑，更成为家常便饭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华谊这个参天大树下，只要勤劳一点，绝对不会被饿死。吃过苦头后，赵丽颖开始主动接近主演们，开始求学问路。在锁清秋时，每晚她都会去找安以轩请教演戏，只为了能演好每个小角色。而这部剧的编剧于正和冯绍峰都没看一眼站在后边的赵丽颖，直到安以轩对剧组人员说过这个丫鬟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后，于正才瞥了一眼。后来赵丽颖又陆续请教了归亚蕾、周一围、蒋雯丽等人，结合跑龙套时的经历，她的演技逐渐上升。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的琪儿也惊艳一时，但东家北大星光不给力，资源少得可怜，她的经纪人郝如也在不断帮她游走，但作用依旧不大。2011年《新还珠格格》播出，赵丽颖的东家换成了海润影视。那一年赵丽颖有点名了气，但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最小，这就有点尴尬。刚好在于正的宫锁心玉热播下，主演杨幂和冯绍峰被捧上天，两人在外界观众眼中成为登对情侣，关注度哗哗往上升。赵丽颖立马就发表声明，为什么总是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？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宫的就是杨幂吗？一番话激起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，赵丽颖立马就发表声明，为什么总是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？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宫的就是杨幂吗？一番话激起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，赵丽颖立马就发表声明，为什么总是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？
也让于正再次向瞥过一眼的龙套看去，只是这次眼中带着的是好奇。如预料之中，宫锁心玉的续集宫锁珠帘，赵丽颖分到一杯羹。虽然只是青楼女子刺客百合，但大 IP 作品依旧让她这个配角吃香喝辣。这部剧后，赵丽颖就出名了，连于正都夸赞她，赵丽颖给我带来太大的冲击了，她演技好，又漂亮，人品也不差。此后很多电视剧向她抛出橄榄枝，陆贞传奇、追鱼传说以及宫锁沉香等等，就像她说的那样，机会来了一定牢牢抓住，以至于她拍陆贞传奇跳楼戏时，不慎摔伤还落下病根，有好事，也肯定有坏事。截至2014年，网友就给赵丽颖罗列了6大罪：男左女右陷害袁姗姗出丑，快乐大本营针对李晟，美空出身还说自己初恋在大学太假，别人说她像杨幂，她还很生气，借陈晓炒作自己整容。这些好事坏事都凑成一个效果，热度攀升极快，就算坏事也变成了好事。2014年，姗姗来了让公司赚够了钱，赵丽颖攒足了名气，她想要单飞。而出道后一直叫如妈的经纪人郝如，却在她重要的时刻发文嘲讽，长得不好吧还可以整，这人品要是不好可咋整啊？这句话直接内涵自家人整过容。后面郝如和一位粉丝聊天记录泄露，里面的内容直指赵丽颖，我知道她的背景有多不好后，准备放弃不做她了，但她哭得很可怜，跟我说想好好拍戏，不再想干那事儿了，以前是太穷。郝如口中的那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原来早在几年前就有大 V 爆料，赵丽颖曾经去过瑞丽面试模特，但脸和身高差太多被刷下来了。更有人说她出道前曾经当的是高端英美，简单来说也就是朝阳区 V 姐，还参加过富翁成堆的海天盛宴等等。只是前几年那些大 V 兴风作浪一段时间后就删帖不再提这件事，网友都在猜测被公关了。当然这些事赵丽颖都没回应，可以说从头到尾她都没露头，也没有发声明，所以理性吃瓜就行，纯当看个热闹。郝如为了能与赵丽颖的合约续期，绞尽了脑汁干了这件糊涂事，而从小就非常觉得赵丽颖打着宁为玉碎的主意，一直不签字，两方僵持了很久，爆出的料越来越多，事情越来越大，东家海润坐不住了，生怕这颗大摇钱被郝如掰断，就出面调解了一番，才解决这件事。郝如作为海润经纪公司副总裁，想要牢牢握住这颗摇钱树，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收场。2014年，郝如对这些事发布了声明，看看就散了吧，娱乐圈需要正能量，生怕网友不信，还讲出赵丽颖的工作室是在她的帮助下才成立的，为了弥补过失还夸赞她，就算下了妆也是挺好看的。但这件事还是对赵丽颖有了影响。2014年，赵丽颖成立的工作室依旧属于海润旗下，但海润影视的高层生怕赵丽颖对郝如事件膈应，为了弥补他想了一个法子。次年4月16日，海润召开了股东大会，将9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赵丽颖。此后赵丽颖的影视路越走越宽，花千骨、老九门、青云志等等，让海润高层再次想起了这件事，这才向郝如递过去一杯罚酒，将他的名字从分钱名单上划去。